讲这么多，那到底我们 CO2 我们国家到底要怎么做啊？要做之前，我们大家评估一下说，这一刀杀下去，对不对啊？我们会受到多少损伤嘛？对不对？这个七伤拳打出去的话，对不对？什么要那个是伤人多少，致伤多少，百分比是多少？好像伤还是比较多了，哈，致伤比较少嘛。七伤大家知道七伤拳知道吧？专门在看金庸的小说了，啊，好 ，OK， 我们的世代差这么多了，金庸小说对你们来讲已经好没关系。这个是一篇那个文献啊，我就找一些文献了哈。他这么讲说，你看这个美国啊，从美国已经是最不环保了，能源最浪费的国家了。这个已经是那个我们已经找了一个最低标的。你如果找欧洲来讲的话，那个标准会更低啊哈。你看美国近20年的经济成长率，跟美国碳的排放成长率脱钩，代表美国的经济成长率不是完全靠很多高污染工业获得的。台湾这个20年有没有几乎同步？一直到这个2007年开始，我们有一点点碳，有一点点过来，所以代表什么样？代表以前台湾的经济成长完全是靠什么样？靠那种消耗能源，而且是那种高污染性的工业堆积出来的。而一旦你要那个什么节能减碳，那这个影响就会很大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其实未来是怎么样。当然，我们的这个以前的成长率也是很大，因为那时候还是正在发达，现在成长率都是保2保3的嘛，以前动不动就是5、6嘛，现在都是保2保3而已嘛，对不对？不过呢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还是真的是有一点点，我们要好好思考说，我们在做那个节能减碳的时候，环保跟经济怎么样去那个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的。石化工业到底要不要？石化工业大家都讲说台湾现在薪水不高，石化工业的薪水很高啊。你如果去台塑，去那个中油、中钢。那种高污染的，它薪水都很高啊，但是代价是什么呀？污染很大，碳的排放量很大，啊，所以说你到底要，然后什么东西是最节能的？那完全基本上都是服务业嘛。但服务业的薪水在台湾看起来好像起不来啊。那个高待遇的产业都是一些高污染的产业啊。那到底我们要怎么去追求一个平衡呢？啊，这个东西就是完全看大家怎么做。民主就是什么？自作自受嘛。自作自受不是那种负面的，是一个很切实，就是说你怎么选择，你就有什么后果嘛。我选择这种产业，那我以后就是这种后果，大家就点不要讲话嘛。啊，对啊，所以不要又要好又要坏，就是所以说这个是一个，当然我们还是可以，不是说很绝望，我们还是要尽力啦，尽力去怎么样，希望可以脱钩，希望可以脱钩，代表说我们的产业还是要精致化，然后比较节能化，我们还是希望这样，但是就是说。冲击一定是免不了的，对不对？这是另外一个就是说，我们跟瑞典比，然后呢，看看说他们在达到某个那个国民生产毛额的时候，他们碳的排放量是多少？记得吗？那时候我们讲说，我们现在碳的排放量还是10吨以上嘛，每个人每年还是10吨以上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我们基本上从我们的那个 GDP， 我们的那个国民那个人均 GDP 啊，从几千块一直到我们现在2万多，伴随的是我们每个人的碳的排放量是增加的。你要想看一下，这不是很可怕吗？如果有一天我们真遇到这个趋势没有改进的话，如果我们真的有一天要到达633的话，对不对？大家知道633吗？啊，对不对？如果要到达633的时候，是不是要到这边来？啊，633到这边来的时候，我们的碳要怎么办？对不对？啊，你看人家瑞典，人家是。后来慢慢讲，当然这个也不能这样讲了哈。瑞典我讲过了，第一个人家资源很丰富，第二个人家他用了很多核能。我这些事情我跟你讲，我去年知道的时候，我真的有点 shock， 你知道吗？他们如果我没有听错，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我跟那个瑞典的学者讲，他们有50%的电是来自于核能。所以说基本上，不过呢，我们只是讲一个，对不对？瑞典这个国家来比，你看人家的。GDP 往上升的时候，其实它的碳排放量已经到达一个什么一个平均值，不高不低，基本就是说，经济成长不会影响到人均的碳排放量，但是我们的那个曲线还是非常非常的可怕，对不对哈？所以这个就是代表说，
要思考一下说，讲那么多我们的理想，我们都知道这种理想是很崇高的，但是一旦要用到我们台湾这个岛国没有资源的国家，还有现在的工业形态的话，到底会产生什么影响？大家还是要深思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讲说这个是那个台经院啊，对不对？台经院他们提到2007年也蛮久了，不过就是刚好因为我懒得打字啊，所以说我就找一些我找到的 paper， 然后把一些重点拉下来这样，不然我如果自己打的话，好像很麻烦。OK， 好，所以就是讲说，基本上第一个就是讲说，其实我们国家要跟 CO2 要减排还蛮难的啊，蛮辛苦，不是蛮难的啦，会影响到那个什么一些经济的成长动力啦，对不对？那基本上你要达到一些那个现在国际上，比如说京都议定书的一些规范的话，但是呢，加上说很多再生能源，比如说风能跟太阳能，它没有办法当那什么当那个什么基载电力，这上次我们讲过了。所以他认为说，基本上我们要把我们的经济影响到最低，然后呢，对我们的电力的供应又不是太剧烈的时候，他认为电厂啊，就是改良电厂，叫 IGCC 啊，这叫做那个叫整合负循环、气化负循环。这等一下我们会讲哈，那种新的电厂的设计的概念很重要哈。然后还有就变成说，比如说他也认为说，那个一些生质能基本上还是燃烧了，对不对？生质能不管是说你是直接用木材来燃烧，或是把它变成什么呀，生质柴油来燃烧，基本上还是燃烧。然后还有燃料电池，这我们也讲，就是说基本上它是直接利用化学反应的方式放出电能，啊，这个东西只要你有水跟氢，你有氢跟氧的话，你就可以做这种事情，所以就变成说都是可以随时控制在我们的一些那个材料范围，所以说都可以当基载电力的。他认为是说这些是属于比较兼具环境能源那个的绿色能源，所以你看他讲的 IGCC 生质能都是燃烧，这个呢这也是一个燃烧，只不过它不是那种剧烈的燃烧，它只是氢跟氧变成水，啊我们燃烧里面氢跟氧是燃烧变成水嘛，啊只是说我们的化石燃料里面很多氧而已，所以说它基本上还是都以氧化的那种。氧化的过程产生的能源为主哈。那当然，我们讲说这个他提出来的，比如说生质能，我们也大致提过，它有什么问题？它有跟粮食、跟农地征地的那个问题嘛。所以生质能这个的限制也有所争议嘛。燃料电池氢的问题没办法解决嘛，所以变成说搞到最后大家都知道，但是在技术层面上面好像还是怎么样，还是只有一些化石燃料的燃烧啊，所以大概是这样子。OK。